2004年7月8号，一个上山采药的农民发现一具男尸，尸体身骨多处断裂，已腐烂。法医鉴定，死者是蒋来义，死亡时间15天左右。尸体腹中有可乐饮料和老鼠药，而凶手正是年仅22岁的少女毕丽梅。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要她对这位和自己几乎同龄的男人痛下杀手？1983年，毕丽梅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经济条件并不是太好。由于父母上班太忙，毕丽梅就一直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毕丽梅成了一个留守孩子。在毕丽梅上初中时才回到县城。毕丽梅虽然成绩很不好，但是她长得十分好看，班里的男生都叫她大美女。平时有男生帮她写作业，有男生给她买东西吃，男同学们为了她经常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每当遇到这种场面，她都觉得很有意思，不仅觉得自豪，还把这种别人为她争风吃醋当作享受。1999年，毕丽梅初中毕业，父母所在工厂破产，为了生活，父亲毕武强把爷爷和奶奶接到县城照顾毕丽梅。他和妻子司秀娥去哈尔滨打工。处于青春期的毕丽梅根本不想学习。高二那年，她辍学回家，整天躲在家看情感杂志。父母知道毕丽梅在家辍学后，也没有任何办法，就干脆放任不管。2001年，毕丽梅的母亲司秀娥担心女儿以后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把她带到哈尔滨，给她介绍到美容美发店进行学习，将来自谋生路，找一个好的婆家嫁了。这时的毕丽梅长得十分性感漂亮，走在街上十分的引人注目。2003年4月，毕丽梅回方正县城开了一个丽梅美容美发店。这闪亮着红色荧光灯的美容美发店，虽然明里暗里不做法律禁止的营生，但每天光顾的男士越来越多，有些男人借理发为名来骚扰毕丽梅，因此毕丽梅的生意红火起来。毕丽梅讲究浪漫又追求实惠，她把从书中学到掌握男人的知识充分运用起来，花心男人靠不上她的边儿，钱却扔出不少。2004年3月，有一个叫蒋来义的小伙子来理发，小伙子长得文质彬彬，这引起了毕丽梅的兴趣。他认为这才是白马王子，两人十分迅速地发展了恋情。蒋来义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村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黑龙江大学读着哲学系。蒋来义也自视为天之骄子，在象牙塔里待久了，学了一肚子的知识，可惜这些知识根本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工作里得到有效的应用。找工作的不顺利让这个曾经自信的小伙颇受打击，最后委曲求全，在县城一家打字服务部工作，月薪700块钱。蒋来义为了面子装成打款，显得自己十分有背景，正合毕丽梅的心意。蒋来义本来打算等时机成熟了再告诉毕丽梅自己真实的身份，可是在日常的逛街中，毕丽梅发现蒋来义花钱抠抠搜搜的，于是很快意识到蒋来义是在骗她。不久后，她知道了蒋来义就只是一个农村的穷小子。毕丽梅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并且早就傍上了一个真正的大款金万元。金万元傻大黑粗，他从小不爱学习，小学3年级没毕业就打死不再登学校大门，在社会混迹，学得满嘴脏话，字典里那些脏字他不认识，可都能通过他的嘴组合运用。但他胆小怕事，经常骂人，又经常被人欺负，花钱买平安。富人的孩子不当家，只会败家。金万元是他父亲公司的副总经理，可他从来不谈业务，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谈对象。他在这些女孩身上一掷千金，好像老爸辛苦挣的钱都供他往这上面花。可惜他16岁开始谈恋爱，谈到23岁也没谈成一个，原因是女的长得都不漂亮，他想找个漂亮的姑娘。2004年5月的一天，金万元到毕丽梅这理发，他对毕丽梅一见钟情。后来他知道毕丽梅和蒋来义好，他使出浑身解数，他不会花言巧语，有没有什么才华技能，但他会大把投资。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却有共同爱好，都喜欢钱。毕丽梅本身就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富豪包养自己才开的店，金万元的到来让他十分心动。不久之后便与金万元发生了关系，与金万元确认了恋爱关系。在傍上金万元后，毕丽梅知道了蒋来义的身份，便想着慢慢的对蒋来义冷淡，最终摆脱他。但是蒋来义脑子里只有爱情，他并不在乎毕丽梅对自己的冷淡，反而觉得这是恋爱的一个过程，自己只要始终对他保持100%的热情，
过不了多久，两人就可以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的关系持续了1个月，直到有一天，蒋来义给毕丽梅打电话，邀请她一起吃饭。毕丽梅再也受不了了，直截了当的对他说，以后不要再找他了，他们俩已经结束了。蒋来义二话不说就跑到毕丽梅的店中，发现毕丽梅与金万元正在谈笑风生。按道理来说，蒋来义应该意识到毕丽梅早就移情别恋，自己是被劈腿了。可是蒋来义是个活生生的恋爱脑，他认为是有人要与他争抢毕丽梅这么好看的女人，就像好看的花总有人想要一般。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捍卫毕丽梅，不能让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抢走。于是蒋来义二话不说冲进去与金万元发生了一场战斗。金万元可不是吃素的，几下将蒋来义干倒在地上。毕丽梅在一旁无动于衷，就像看鞭子底下被耍弄的公猴一样取乐。经历了这次的打架事件后，蒋来义还是没有死心，他成天来缠着毕丽梅。他告诉毕丽梅，姓金那小子有啥好的？要长相没长相，要文化没文化，光有钱有啥用？毕丽梅回击道，你长得好，有知识，可这又有啥用？你学的那些以后注定要忘记的无用知识，能挣大钱，能成大款吗？你没这个能耐，所以你上大学也是个穷光蛋，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腿疼，头昏眼花，才挣700块都不够买一盒化妆品的。蒋来义执迷不悟，仍对他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要毕丽梅不要离开自己。毕丽梅不屑地将他赶走，要他不要再来打扰自己了。蒋来义原本是一个井井有条、工作十分高效的人，可是毕丽梅离开后，他整天魂不守舍，在工作上出现了许多错误。蒋来义的老板张华看不下去，提醒他，你这个傻小子不懂女人，女人只有在爱你的时候，你才是她眼中的白马王子，如果她讨厌你，你还一个劲儿去缠她，你就会成为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再说你同那样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伤钱就伤心，何苦的？你应该调整一下心态，换一种思考，理想和现实不能差得太远，否则理想不理想，现实不现实。同事也在耐心地劝导他，对贪心的女人最好离他而去。大男人敢爱敢恨，还应该敢放下，分手了可以再找，找别人的爱也是对他的一种最好的报复。可惜蒋来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去劝诫，他仍然去纠缠毕丽梅，对毕丽梅倾诉自己的苦闷与思念，期盼哪一天毕丽梅可以回心转意。毕丽梅对蒋来义的情感本来就并非纯粹的，那是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感情，只要对方没有钱，这段感情就不复存在。这么简单的道理，蒋来义就是执迷不悟，最后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2004年6月23号上午，毕丽梅突然打电话找蒋来义，约他出去。蒋来义开始不信，仔细听，确实是毕丽梅的声音，他一下子喜出望外，有了精神。蒋来义和女老板借500块钱，他特意说准备中午请丽梅吃饭。女老板还觉得有些奇怪，他们不是黄了吗？但是没有多说，仍然借给他钱。蒋来义以火烧屁股的速度赶到约会地点，见到毕丽梅。毕丽梅穿着十分性感艳色的时装，她第一句话就说，我跟金万元的臭无赖黄了，咱们重归于好吧。蒋来义的心轻易地被这虚情假意所蛊惑。毕丽梅望着万里晴空，亲切地说，这些日子非常对不起你，惹你生气，让你伤心，咱们进山林里去吸吸新鲜空气，散散心好吗？蒋来义好久没听到毕丽梅如此温馨的话语，他要去买东西。毕丽梅指着挎包说，不用，都已买好了。毕丽梅挽着蒋来义走出县城，奔向一片山林。在林间小道上，毕丽梅又要蒋来义背自己上去，说自己走不动了。蒋来义二话不说将毕丽梅背起，等他完全体力不支时，毕丽梅才要他将自己放下。不久之后，毕丽梅又勾引蒋来义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蒋来义觉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毕丽梅趁机将早就准备好的可乐递给蒋来义，他毫无防备地喝下了这瓶被注射了农药的可乐。等到蒋来义完全喝下后，毕丽梅脸上的柔情与温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和狠毒。他告诉蒋来义，他早就给他下了毒，而做这一切就只是因为蒋来义一直纠缠着自己，阻碍了自己致富的道路。蒋来义惊恐万分，求着毕丽梅放过自己，救救自己，自己之后再也不纠缠他了。他说自己家中还有2个老人，作为他们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他老人可怎么办？毕丽梅有片刻的心软，但是很快对蒋来义的仇恨与厌恶占据了内心，他一脚将其踹下山崖，等到山下没有任何声音后转身离去。案发后，警方很快对蒋来义的关系网进行搜查，老板张华透露自己曾借给蒋来义500块钱，
他说是为了请女朋友吃饭。很快，警察靠着这500块将毕丽梅逮捕。在供述中，毕丽梅翻供称是金万元要自己安排这一切的，曾经和金万元2次到这山中进行踩点，然后金万元拿20万让他先逃，他后跑到香港见面，再想办法去美国。他把作案情节编得有鼻子有眼。毕丽梅归案后，办案人找金万元了解过20万元的事，20万元的确是在金万元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的，金万元没有受牵连。第一次传讯，金万元吓得差点患精神病，这次又传讯他，说他是毕丽梅的同谋。金万元恐惧的尿了裤子，他哭着说，他和毕丽梅确实到山上去过2次，那完全是游玩，蒋来义根本没和他们一起去。蒋来义被杀那天，他在洗浴中心找小姐按摩，从上午10点到晚上接到毕丽梅电话，一直没离开。他还请按摩小姐在洗浴中心吃午饭。经过审查，金万元确实与本案无关。最终2004年12月28号被判处死刑，2005年4月被执行死刑。按道理来说，案件到这里应该结束，可是毕丽梅却是个例外。在被判决时，子弹向毕丽梅的头部射击，随后再送去火化，可谁知道毕丽梅在火化时竟死而复活。这时毕丽梅的父亲竟向法官求情，说毕丽梅受一枪没死，必然是不该死。毕丽梅爷爷跪下求情，说自己愿意替她死。法院依旧按照程序决定对毕丽梅进行补枪。毕家人大吵大闹，蒋来义的父亲也在一旁抱着儿子的骨灰哭泣，大喊道，你们毕丽梅就算是没了那条命，也不足以换我儿子这条命。在法院通过抓阄决定谁是执行人后，该法警进入殡仪馆，以检查伤口为借口安抚毕丽梅后，开枪将她彻底射死。事后检查发现，第一次射击子弹击中了毕丽梅的小脑，小脑有所损伤，但脑动脉没事。在刑场上，她并没有死去，而是昏了过去。一路上颠簸之后，她慢慢的缓过来了。毕丽梅就这样用她22岁的生命祭奠蒋来义的亡灵。可正如蒋来义的父亲说的那般，毕丽梅的死无法偿还蒋来义的命，也不值得要任何人怜惜。毕丽梅从小的家庭教育使她有了自视不凡、高人一等的感觉，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自幼受到众人的吹捧，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见识浅薄，教养有限等等，都是毕丽梅犯下这等罪的因素。其中家庭对毕丽梅的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见人在任何时候都要认清自己的价值，无论是对于毕丽梅还是惨死的蒋来义，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找到真正合适自己的人才是最重要的。1982年，北京，一名出租车女司机姚锦云不顾交警阻拦，执意驱车闯入天安门广场后冲入人群，致5人死亡，19人受伤。究竟是为何让他如此执意鲁莽地冲进人群密集、如此神圣的地方？23岁的姚锦云在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第一厂公司动物园汽车队工作。该公司从1981年11月开始对车队实行新的生产责任制，员工的日常奖金与出租车的安全、服务、油耗、车辆完好、利润这5个方面挂钩。姚锦云似乎是对此并不了解，他每天都会开着车出去溜达，或者去哪个树下乘凉。在当月的30日，姚锦云在出车时不服从调派，谎报车子出了故障，欺骗了总调度，并且虚报路单。按照公司规定，对该发车队和姚锦云都做出相应处罚。公司扣发该车队当月集体奖金261元，车队扣罚姚锦云优质公里津贴6.12元。按照公司规定，为了保障老弱病残孕的急需用车，每位司机每月应当完成总调派车52次。12月份，动物园车队16名司机中有9名没有完成调度次数，其中姚锦云只完成了15次。该公司规定车队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奖与扣奖，对此车队干部与职工进行了商讨，决定每少完成1次调度就扣除8角钱，少完成2次扣除1块7角钱。根据该规定，姚锦云12月应当扣除 32.6 元，但实际上只扣除了 7.4 元的公路津贴，剩下的在1月份姚锦云的工资中进行了扣除。1月6日，车队开群众会，队长靳景义宣布了完不成调度次数的扣奖办法。车队领导强调，如果姚锦云下月能完成或基本完成调度任务，可以不扣。姚锦云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满，他的委屈在于今年1月份才定的新规定，为什么要反过头扣上月的？
他们就是存心整我，欺负我。1月8号早上，队长靳景义、副队长孙唐一同找他谈话。靳、孙二人见他情绪不稳定，当即决定暂时不让他出车，以免出现问题。姚锦云被气愤冲昏了头脑，他拿起身旁的一根火钩子，将靳景义推到一旁，并用铁钩子抵住他，打算跟靳景义拼命。幸好被在场的同志及时拉开了。因上述缘故，经请示厂长白世刚同志同意，8日下午宣布正式对姚锦云进行停工，要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9日上午，姚锦云没有上班，下午车队干部4人共同找他谈话，但姚锦云的情绪并没有稳定下来。10日上午，姚锦云来到车队要求出车。当日工作繁忙，除副队长孙唐在外，其他队长也纷纷出车了。值班副队长孙唐对他说，要等队长回来再谈，像他这样带着思想情绪开车不利于安全。姚锦云听后特别生气，他双手揪住孙唐的衣服前襟，最后被其他同事拉开了。到了10点多钟，一名司机驾驶华沙牌轿车回队，把车钥匙放在办公室桌子上，姚锦云抄起钥匙就把车开走了。据姚锦云被捕后交代，他原本想到公司告状，在想到当天是星期天不上班后就有些沮丧。后来他想，没地方说理去，干脆不活了，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撞桥自杀算了。撞不死，掉到金水河里也会淹死，而且可以制造影响，让领导重视自己的问题，追究车队领导责任。如果自己死了，他们也好受不了。那天是星期日，广场上照相的人很多，车从国旗杆西侧照相摊位密集的游人中穿过，冲向金水桥的中桥。轿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至金水桥之间留下100多米的血路。拼命追赶轿车的2名交警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车前，车内的司机正用头狠命地碰撞方向盘和车窗玻璃，面部受轻伤的姚锦云当时被很快赶来的交警送往医院。在新疆建设兵团某部负责宣传工作的文警被问及当天情景，只说太吓人了。当天上午，他与未婚妻张亚丽到天安门广场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拍照留念照片。11点左右，姚锦云驾车冲来时，因躲闪不及，张亚丽当场死亡，文警受伤。除了26岁即将做新娘的张亚丽，同一天离去的还有18岁的北京卫戍区某部战士张德明，北京百货公司老工人魏泽华，准备回广西探亲的内蒙古士兵陈文昌。10天后，当时与陈文昌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前合影的战友22岁的农德海也因抢救无效身亡。慌乱中伤者19人，分别来自内蒙古、辽宁、西藏、河北、黑龙江、江苏等地。姚锦云犯罪性质可谓十分恶劣。1982年2月19日，姚锦云被执行了死刑，离他的生日只有3天。在执行死刑之前，他在托代理律师转交给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此刻别无他求，只求一死，以自己的生命来平息他们的悲伤和愤怒。同时，姚锦云决定在死后捐献自己所有的器官。他写道，让他们活下去，也就是我用自己的死换取别人的活。可是死去的生命无法挽回，姚锦云也无法用自己的生命平息死去家人的怒火与痛苦。人的一举一动都要为其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又究竟是为何让姚锦云形成了如此偏激、易怒、骄纵的个性呢？任何犯罪的背后，与罪犯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着联系。姚锦云的出身十分优渥，父亲是冯玉祥的秘书，而后成为中学教师，母亲也是中学的数学老师，2人都是二婚，晚年得子。他出生时父亲已经61岁，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家人对他十分溺爱。姚锦云插队时的知青队长张福九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个性强，不好管。插队时，姚锦云和知青们的关系并不融洽。张福九还记得，有一次闹别扭，姚锦云一气之下砸烂了宿舍门玻璃。1979年年底，姚锦云被调回北京。张福九透露说，是姚锦云的父亲动用了关系，要他可以提前回城。陈慧乔是姚锦云比较好的朋友。在陈慧乔的描述里，姚锦云是一个仗义直言的男子气概表现明显的女生。令陈慧乔印象深刻的是，在读高中时，陈慧乔因被班长误会上课传条子而遭到了班上男生的起哄。姚锦云脱下42码的大鞋，拍着讲桌大喊道，你们太欺负人了，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陈慧乔，我的鞋子不留情。父母的纵容，亲人的宠爱，让姚锦云有了如此强烈的个性。姚锦云性格泼辣急躁，与这起恶劣事件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因为自己的冲动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生产才刚刚恢复，许多百姓还生活在贫困线上，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吃饱穿暖就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了。不过当时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中却有一户人家的厨房里每天都能飘出诱人的香气，许多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把他家当作是镇上的大食堂。然而这户人家的女主人汤兰英却并不是什么企业家，也不是暴发户，她只不过是一名信用社的会计。那么在当时看来，她家中如此大的花销又是从何而来呢？汤兰英出生于马塘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因此当地人也叫他汤二侯。在他幼年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开设了中小学，但在那个年代里，真正进入学校读书的人，尤其女生并不是很多。不过汤兰英的父母却是有远见的人，他们选择让汤兰英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一直供其读完了高校。虽然在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什么高学历，但在当时教育普及程度不高的农村地区，汤兰英已经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因此从高校毕业后不久，他就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厂出纳的工作。但汤兰英在工作后不久就有了挪用公款的行为，但由于其挪用的金额数目小，而且发现的比较及时，因此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不过他也因此被工厂所辞退。恰好当时马塘镇的信用社正在招收会计，有学历优势的汤兰英便想竞聘这一职位。不过当时镇政府在招收公职人员的时候，会十分注重他们的家庭出身。作为富农后代的汤兰英在这一点上并不占优势。此时有高人给他指了一条明路，说他只要能嫁给军人成为军嫂，那么就一定能够通过政审。外人的这些话一语点醒梦中人，汤兰英迅速开始在周边物色单身军人，他很快就锁定了他的目标。这位后来成为汤兰英丈夫的解放军军官在军队中表现良好，且为人老实内向。这位老实人的身材样貌都不算特别出众，这让他在和有几分姿色的汤兰英交往的时候总有一种自卑感。但这也正中汤兰英下怀，她想要的就是这种可以被她完全掌控在手心里的丈夫。于是她主动对这名战士发起了表白攻势。老实人哪能经得起这样的诱惑，两人也迅速确立了恋人关系，并领取了结婚证，可谓是闪婚了。在成为军嫂之后，汤兰英果然通过了政审，成功获得了信用社的工作。在达成目的之后，她觉得这位老实人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主动疏远了自己的丈夫，开始嫌弃他为人小气，不懂浪漫等等。她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又一次做了一个老实人的决定，选择独自回到部队生活，而且他依然会每月按时将自己的工资全部寄到老婆汤兰英的手上。那个年代军官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因此汤兰英的生活水平在镇上可谓是鹤立鸡群。那时人们一般都穿着朴素的布衣，但汤兰英却可以每天穿着的确良和呢子大衣。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还特地托人在上海定制了一些服装标签，然后将这些标签贴在自己的衣服上面。这样在外人看来，这些衣服就成了上海来的高级货。当时汤兰英每次上街都能引得男女老少频频侧目，她自己似乎也对这种感觉十分受用。后来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她甚至一天就要换几次衣服。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汤兰英光衬衫就有20多件，而且每次穿完后她都会耐心地用熨斗将衣服熨平。当时有人说她家的衣柜简直就和百货商店的橱窗没什么差别。除了外形之外，汤兰英在吃方面的花费就更大了。在70年代中期，普通百姓家里并不能经常见到荤腥，但汤兰英的家中却是一年四季大鱼大肉不断。有一次，他甚至在市场上一次性购买了300颗皮蛋和100斤海蜇皮，这些东西在那时可都是稀罕物件，平常百姓家里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在吸引来众人的驻足围观后，汤兰英的虚荣心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而其家中寻常的鸡鸭鱼肉更是不计其数。每到饭点儿，汤兰英的家里就会飘出诱人的肉香。当时他还特地请了一位之前在食堂工作的退休老师傅为他做菜。每次被汤兰英邀请留下用餐后，这位老师傅都会跑到邻居家要块萝卜干吃，因为汤兰英家的饭菜实在太油腻了。除了吃穿之外，汤兰英的家中还有最新款的收音机，
缝纫机和自行车，甚至当时在市场上都很难买到的手表就有8块。这些东西的价格在当时也是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的。前面我们提到汤兰英在婚后对于自己的丈夫不是很满意，因此在和丈夫分居两地的过程中，她还同时交往了许多个情人。虽然汤兰英的这些情夫大多都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她并没有从他们那里索要资金，而是用自己的钱包养了他们。这些小白脸经常会收到汤兰英送来的高级礼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汤兰英的军官丈夫对她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汤兰英经常借着去军队看望丈夫的名义，请假去全国各地游山玩水，而且每次她都会带回来不少当地的纪念品，这让汤兰英成为了马塘镇百姓眼中的顶级富豪。汤兰英挥霍的巨款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这件事还要从她工作的合作社说起。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全国有过一次金融系统的大改革，在这次改革中，银行和财政进行了合并，也裁撤了一些工作人员。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那时的马塘镇缺少有足够学历的工作人员，因此在裁撤后，人们发现整个信用社只剩下汤兰英一个有会计基础的人。无奈之下，他们只得让汤兰英兼任了信用社的出纳和会计。这样一来，汤兰英就一手管钱一手管账，监督的缺乏让他动起了歪心思。他之前在工厂担任会计的时候就有挪用公款的前科，这次其控制了信用社的财政大权后更是变本加厉。他通过私自开支票的方式来从信用社提取公款，之后却并不会将这个支票存根记入账单。这种低劣的贪污手法原本是十分容易被识破的，但由于保护伞的存在，汤兰英得以如此贪污了整整10年。汤兰英的保护伞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几名情夫，比如当时如东县的一位县领导就经常到马塘镇来视察，他每次到这里都会住在汤兰英的家中，汤兰英也会为其准备丰盛的酒宴，到了晚上还会将自己送到他的床上。这位领导得到这些好处之后，自然会对汤兰英多加照顾。他不但派人为汤兰英翻修了房屋，甚至在他出现资金问题的时候，还将自己领导的国营工厂里的公款送到汤兰英这里，帮他瞒过调查人员的检查。马塘银行办事处副主任赵某是汤兰英的顶头上司，他其实很早就知道汤兰英的账单上有猫腻，但此人后来也跌进了汤兰英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他不但不向上检举汤兰英的所作所为，还主动帮助他逃避检查。每当上面有人来调查马塘信用社的时候，他都会提前通知汤兰英，让他以看病的理由先跑到上海躲几天，之后赵某再用各种手段应付上面的检查。正是有了2人的保护，这才让汤兰英的事情一直没有被发现。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汤兰英的所作所为都被马塘镇的百姓看在眼里，他们又为什么不去检举揭发呢？这是因为汤兰英在平日里也会利用职权给予他们一点照顾。当时镇里的村民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只要找到汤兰英，就一定可以从他的手上获得贷款，而且还是那种利息极低、年限极长的贷款类型。除此之外，他在镇里无论买什么东西都很大方，从来不和商贩们讲价，还经常给他们小费。一次他在照相馆拍照，完成后就给了摄影师50元的小费，这在当时几乎顶得上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这些从他手上占到便宜的人，自然也不愿意主动上报他的问题。直到汤兰英找到一名范姓情夫之后，他的问题才彻底暴露出来。此人当时是贪图汤兰英的美貌才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事后汤兰英给他送来了不少高级衣服布料作为关心的礼物，但这让范某十分担心。他认为汤兰英存在经济问题，胆小的他不敢隐瞒，便将这件事告诉给了如东县的银行领导。这名领导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便嘱咐下面的人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在第2天突击检查之前，汤兰英并没有接到任何消息。很快检查人员就发现信用社的账上少了3000余元现金。随着调查的深入，账本上漏洞被一个个揪出。面对银行方面的质问，汤兰英知道已经瞒不下去了，便主动坦白了自己在之前10年里挪用公款的罪行，前后总金额竟有45000余元。在被捕的时候，汤兰英已经将这些公款全部花光了，其中光是在购买食物及举办宴会一项上，他就用了2万多元。
当时国内万元户都屈指可数，这种铺张浪费的程度让调查人员感到触目惊心。在经过接近2年的调查审讯后，如东县法院依法判处汤兰英死刑。他在听到这一判决后大惊失色，并提出了上诉。他觉得自己有主动坦白的情节，应该能够得到宽大处理，但法院认为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而且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最终驳回了他的请求。值得一提的是，在法院一审判决生效之时，一直深爱着汤兰英的老实人丈夫甚至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为妻子填补亏空，希望可以从轻发落。不过该请求被法院驳回，从中足以看出这位丈夫的深情。1977年7月24日，汤兰英身挂贪污盗窃犯的大牌子，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名巨贪小官的落网也成为中国反腐史上的里程碑事件。